朋友们，还有2楼的朋友们，晚上好。然后我叫高寒，我是一个穷人，出生在东北一个农村，所以我上县城上高中的时候非常自卑。我感觉我跟县城小孩不一样，因为开学第一天，我同桌穿了双耐克，我穿了双阿迪达达斯。我不是口吃啊，那鞋就叫阿迪达达斯。然后我同桌就跟我炫耀，他说：“哎，我这鞋，詹姆斯穿过。”我说：“啊，那跟你比不了，我这是新鞋。”我谁也没穿过。我说别人穿过你就别穿了，多埋汰呀！但他非常不屑，他说：“阿迪达达斯啊，你这甚至都不是莆田鞋，是假莆田鞋，是假的假鞋。”我说：“假的假鞋，那不就是真鞋吗？”哎，能穿就是真鞋呀！在我概念里，啥叫假鞋？就一双鞋买回家我一穿，我说：“哎，不是鞋，是巧克力呀！”这是假鞋。但是，经常穿假鞋的朋友应该知道，如果青春期穿假鞋，那你人生完了。我同桌上课不听课，就盯着我的脚看，我真分不清。我说他到底是爱攀比还是恋足癖呀？我不理解他为啥对一双鞋这么在乎。他说：“高寒，我受不了假鞋，因为球鞋是我的信仰。”我说：“你这信的是啥教？邪教？”就我承认，我当时非常自卑，我怕他瞧不起我，我只能嘴硬。我说：“哎，不是钱的事儿，我就是爱假鞋。莆田是我的耶路撒冷。”谢谢你告诉我啥是莆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然后我心里还是知道这个穿假鞋不好嘛，我回家跟我妈说，我说妈，有同学瞧不起我，能不能给我买一双好鞋？我妈说我虚荣，她说你告诉我谁因为一双鞋成功了啊？谁因为一双鞋出人头地了？我说可能是灰姑娘吧。灰姑娘太可怜了，她妈是后妈。但是我妈说啥？我妈说儿子，咱不跟他攀比，要比咱就跟他比学习。我说你不是说不攀比吗？然后我妈说了一段让我铭记一生的话，她儿子，咱家就是穷，妈这辈子就这样，所以你得学习，你让这个世界看看什么叫寒门贵子。我说对呀，我有啥可自卑的？我可是寒门贵子，他不过是个婆罗门小兔崽子。我一瞬间我醒了，我发誓一定要成为寒门贵子。第二天我跟我同桌说，我说我不跟你比鞋了，我要跟你比这学期期末考试的成绩。没比过。本来我们学习差不多，但是他补课了。家里有钱才能补课，命运能改变知识。我也想补课，但是那个课100块钱一节，要补课的话，我就没钱买假鞋了。一节课上完就得光脚了，我无颜面对莆田父老了。你别说鞋了，多补2节课，我优酷的全没了。我不敢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因为我怕潮水退去，大家就知道了谁在裸泳啊。我真觉得太荒唐了！一节课45分钟，100块钱，可以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一节课1寸金，他氪金。这氪金玩家是不是专杀寒门贵子啊？我是寒门贵子，他是寒门刽子手。他家真是太有钱了，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官二代，他能靠他爸，那我能靠谁呀？我真越想越难受。我说这怎么，我就感觉自己配不上他，就跟他比成绩，就像跟他结婚，不是2个人的事儿，是2个家庭的事儿。所以
我感觉我同桌他可能也不是说瞧不起我这个鞋，他是瞧不起我这个人。就算我穿一双真鞋，我告诉他，我说我穿的是真的，他也只会说一句，他说啊，真的吗？我不信。这个段子我线下也会讲。有个特别善良的观众，他私信我，他说高寒，你太可怜了，我心疼你。不要心疼我，我站在这儿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明星了，你心疼我干什么啊？而且这个事儿我已经完全释怀了，它不过是发生在那个小县城的一件小事儿。现在我已经出来了，然后他爸也进去了。讲到这儿，谢谢你们。他就是又天真又纯粹，然后充满了那个矛盾，但是又不顾一切。我太喜欢他了。高寒的锁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高寒。高寒第一轮刚讲过那个养鸡场是怎么倒了的故事，对。然后到了第二轮开始讲这个假鞋的事，为什么第二轮选择这个题目？看心情，想讲啥都行。我觉得在这场2个人比赛当中，我觉得高寒其实他表现是更好的，但其实有一点他最后处理的非常好。就我听到2/3的时候，我其实开始是有点难受的，但他最后那个梗就把我这个难受给破了。我觉得这是脱口秀他特别好的一点。我就指望这梗呢。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嘴欠哈，什么都来一句。哎，为什么就是毅然决然站起来要 PK？怎么这么困了？困了，是为情所困啊，还是什么呀？是怎么就困了？就是在那儿待着，说：“哎呦，秋瑞让我听困了，是这意思吗？”我去年说了，我一直在躺着嘛。我今年的生活还是没有变，我还是一直在躺着。然后我下午也在那录，我就感觉有点累，我想就是赶紧能休息。我在那老紧张，我就想下一个会不会抽到我什么之类的。就是想释放啊，释放啊，明白。对，你总结的非常好，和高寒对话，很艰难，没事。罗老师，我刚才听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一些气口啊，节奏好像没有特别丝滑，是吧？是我就是紧张，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站这个台上已经站了，这是第4次了，但是我还是很紧张，我不知道为啥。你本着这次这么强，有什么不自信的呢？因为其实我判断不了。我判断不了我们是不是能接受你那么高水准的文本。那不。哎，卢老师，你不能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啊！我不，哎，他就是老带着一股高傲啊！我不知道这个观众能不能就是接受，因为我是那种如果观众不接我的话，我就是会凉整场那种，所以我就也害怕。由于你说的类似原因，可能有一些没有特别丝滑表演上，但文本仍然是无敌的，特别精妙。那也没到那个程度吧，那你要这么凡尔赛的话，我们被迫说一些心里话了就中间也有些烂梗就是这粒老鼠屎很神奇的没有坏掉这锅汤，对，但真的这个文本特别精妙，非常好。对，我作为观众，我是特别乐于看到秋瑞跟高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因为在我心目中当中，秋瑞非常狠，然后没想到高寒更狠，高寒也很狠。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比拼，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另外一个，其实我在上一场的时候，我就发现高寒说话的一个他个人的特点，动作和他的一个有点口音着，我在想为什么这个感觉这么熟悉呢？我就一直在搜索我的脑容量里面，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朋友？谁？那个人叫李荣浩真的，他说话跟他好像，是吗？李荣浩说话就是这样，而且他也喜欢有一些梗，然后他也喜欢开玩笑。我这个真是自卫，就是防御，我真就是紧张，我这个不是要攻击谁。对你这身板也攻击不了谁啊。是。
小四爷怎么评价今天高寒的这个？就是因为上一轮他是讲他是个富二代，然后我是个穷二代，然后 PK 我赢了嘛，然后没想到他可能就转换思路了吧，可能。对，这都连着的，破完产就直接就穿假鞋。穿假鞋？不是你家里破产的时候你多大？6岁。对呀、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他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有点模糊。感觉他的经济水平确实忽上忽下啊，可能是。我想听一下海源老师对于高寒这段表演的评价。高寒那种气质非常特别，然后就是他看起来在讲他贫穷，但是他其实文本里面有一种卖弄感。对，就是他在卖弄他对文字的那种运用，然后所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厉害。好的，谢谢海源。这个事儿在我高中真实的发生，然后我确实也自卑。我现在也有时刻会自卑，但我不管是曾经的自卑还是现在的自卑，我都老忘，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有计时品，我可以试电眼去试一下。所以他应该，所以我同学说他应该不是。我是一个穷人，但是录节目，因为要录节目。不知道他在干嘛，但是你又觉得很好笑。他平常说话也这样，特高调、特拽、特狂，但他本人又是那种病殃殃、懒懒的样子。